还有前面有没有的帅哥美女，大家好，我是 Ryan。今天我们来一个车主用车体验访问，访问的车主呢就是我身后这一辆 J 酷 J7 的车主。好，今天我们要访问的这个车主啊，这个 J7 的车主就是我身旁这位非常漂亮的小姐姐 Rachel 小姐。Hello。So Rachel 小姐姐的 IG 啊、小红书啊，我都会放在这边啊，看愿不愿意给我了哈。So Rachel 想访问你一下，关于这个 J 酷 J7， 你已经入手了多久？基本上从拿车到现在已经有1年半左右。So 在这1年半里面呢，这辆车陪伴了你应该蛮长的距离了吧？基本上已经加了接近43千公里了。OK， 很正常，还算正常。So 想问你一下，当时候啦，你在选择这个 J7 的时候啊，有没有考虑其他车款？有，其实我当下是已经下定金要买 Honda HR-V。OK。可是过后因为车要等很久，刚好 J7 就出现了。我去看的时候，其实只是带着试试看，去看一下，有什么特别，因为价钱跟 HR-V 差不多。我去看了J7，就是我现在驾的这辆车过后，它的科技感完全就是打动了我，没有办法再回头去看 HR-V。当下我就是有点担心，是在因为它是来自中国出产的车，我相信大家也可能也听到过很多关于中国车的不好，毕竟也是接近160千的车，讲买其实也是要想一想啦。但是 HR-V 跟 J7 来比的话，是 segment 不能比啦，但是价钱是类似接近靠近的，所以我就果断选择了 J7。你用车这1年半下来了，这辆车有遇到过什么问题吗？因为我们看 Facebook 啊，很多人complain啊，一下子这个屏幕啊，一下子那个 meter 啊、死屏啊这些东西，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？OK，for 我的话基本上是没有遇到像 Facebook 所宣传的那些问题啦。可是我也相信，无论是什么车款都好，都会有一些问题所在。可能有时候在组装的时候没有组装好，对，就可能真的是看运水咯，真的是看你的运气哦。可是暂时这1年半来说，我是没有遇到这些问题啦。这辆车你有回到 service center 去 service 是吗？有，基本上4次了吧。4次啊？对。OK， 开销呢？如果讲那个花费呢，在 service 的花费啊 ？OK， 当初我们当初算是 early bird 买 J7 的时候，但是当下是有一个 promotion 是讲说，在 within 100千以内，service 基本的 service 好像换黑油啊、牙油啊，都是免费的。如果你额外要做别的东西的话，要加别的东西，还是你有一些 wear and tear 的东西坏的话，还是要补钱做啦。基本上我加了1年处，这样我基本上我的 battery 就已经是 battery low 了。OK。可是基本上我打给他们 service center 很快接，然后过后他会马上帮你安排多，这些都是零费用的。很好。对，所以他就跟我拖回去我要的 service center，我就联络 service center 去帮我解决我的车的问题哦。这个是我面对到的啦，但是我就不确定其他人会不会有遇过什么问题啦。暂时我这里是我遇到的都是蛮顺利的。对，这一点来讲哦，就是体现了他们的 after sales。After sales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来的，不是讲你把这辆车卖去给这个顾客过后，这个车就是完全不管你事情了，顾客也会遇到问题嘛，就好像 Richard 讲的电池坏啊这些东西，尤其一个女孩子又不懂要怎样办，最简单的打给 service center， 他们去解决这个问题。我又每天来回新加坡，所以基本上最好是加一辆没有什么问题的车，因为不然我可能就很难进新加坡做工。后期 service 的这个问题其实比如啦，像现在Toyota、Honda 这些比较畅销、比较稳定的车公司，难道他们 service 就没问题吗？我觉得 J7、J-Core 刚刚入市场，大家无限放大一些小小的问题。也听到我爸爸还是我妈妈、我朋友啊，好像购买 Honda、Toyota，我听到他们所谓的 service 不好啊，很多后期的问题啊，可是也没有人放大来讲。对，确实，因为品牌关系啦。是因为他已经吃了很多人蛋糕，所以很多人想要黑他，对，所以一点点的事情就会被放大，而且加上他是中国来的车，是讲到中国车，当时候你买这辆车的时候，你的爸爸妈妈有没有一些声音？因为一些老人家其实是比较难接受中国品牌车子的这样的问题。其实是有的，就是可能会有很多声音讲说，哎呀，等下驾有问题啊，怎么办啊？因为它太高科技哦，过后如果它 system down 没有办法开那辆车怎么办啊？对我来讲，我觉得这辆车能进入市场，我就觉得他们已经顾虑了后面的问题，所以基本上这种就不用由我们来去想。对，就像我朋友买Toyota Vios，才买第1个月他的 handbrake 就 jam 了，
啊，怎么说呢？这样就还是拉回原厂去解决了。对咯，所以其实还是回归一个问题，买车还是看听谁了。真的。这辆车它的引擎1.5 Turbo， 你觉得够用吗？以我女生来讲的话是可以啦，可是当你来到冲力的话，可能它就稍微有一点迟钝，它不会没有冲力，可是它后劲来的比较慢。OK 对 OK，可是暂时是 OK 啦，够用啦，因为毕竟你可能只有在高速公路 highway 才需要真的是很快的速度啊。这样平时你去新加坡啊，在 JB 这些路都好，都算是够用了够用。啊。这样讲的话，这辆车你会觉得吃油吗？我每天这样使用量这么大的话，其实基本上三天打一次油。3天来大概有算过走多少公里吗？如果是讲满港的话，在达满我可以跑一个接近650公里，所以对于它的油耗表现，你觉得还算是可以接受的？可以接受，因为它因为我之前那一辆的话，我是开 MyV， 可是 MyV 我也是接近2天打一次油，2天。MyV 的话，大概油缸是差不多是在50多块，没记错的话，50多块没有啦，打满接近65到70。65到70啊。对，差不多了，走到来大概是400多500样子啊。对，对比来讲是差不多了，接近了。其实还 OK 的，其实因为毕竟你开的是一辆 C7 车嘛，MyV 是一辆 B7，而且 MyV 它主打的还是以省油，而且加上它是 NA，对，那所以动力来讲的话，确实因为你要马儿跑，不可能马不吃草了嘛，是啊，所以这辆车多吃一点油，我觉得还算是可以接受范围之内啦。对，这样子这辆车你觉得这样整体用下来有什么你觉得不喜欢的吗？除了刚才你讲的动力。跑highway不够，那个动力还不够冲劲之外，还有些什么东西你不喜欢的吗？我觉得不够隔音，就是它的那个对外界的那个声音不够安静，就是讲它的隔音表现还输了一点，还输一点点啊。不过整体来讲还是能接受，还是能稳住我心的。可以。不过你看对外的声音还是很大声的，我听你在讲电话对，外面听得到你在讲什么的。是，也很大声。奇怪，我讲奇怪，所以它的隔音效果就其实还好。没有，我觉得这辆车它在平常驾的时候 OK， 但是就是尤其你用了可能 Apple CarPlay 啊或者 Android 都在讲电话，这些对外播放的时候，外面听得到你在讲什么的，会隐约听到讲什么。对，很大声。所以千万不要讲秘密哦。对，不能讲这样大声。外面有听到哦。我是有点好奇，我这样刚才他在讲电话的时候，我下面听得一清二楚，很清楚啊，超清楚哎。我就是有点 surprise 到，为什么外面有放喇叭吗？我以为你把车子在外面加什么喇叭之类的，我就奇怪，我就听到这样明显的声音了。不过它的音效因为它原装就是 Sony 的，对，然后你讲它音效的话，其实是挺好听的，就是它还有一个很棒的点，就是它的音效是可以调，你要在中间听到声音。还是左边，还是右边，还是后面2边 ？OK， 所以你可以调节那个声音要从哪里出来，然后你也可以调节它的 bass 啊，那种音效看你要怎样啊。对，这个其实是也挺就是它 built in with Sony 的这个喇叭，其实也是挺不错的，就是挺好听的。对，就你不用特别去改。所以优点的话，你问我的话，因为我是喜欢很帅的东西，这一期对我来讲外观帅，然后里面也帅，也科技感满，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需要改的。我看得出，看得出你也是很帅。这点毋庸置疑啊。这个 Sony Speaker， 因为有一些的所谓的大品牌的这种牌子在这些车上这些 Speaker， 他们有些只是挂名罢了。他们可能把名字放上去，也不一定有这个效果。可是 J7 的音响确实有这个效果。对，很多人都公认它不用去改一些什么音响，最多加一个 subwoofer 就很完美了。是。我知道你有一些玩车的朋友啦，就是玩这个 J7 群组的朋友，他们也是这样子讲的。是没错，也很多人都有加啦，只是我觉得我暂时还不需要。够用就好。对，够用就好。这样子，你的车友群，他们有些反馈什么这辆车有什么问题吗？还是他们觉得有些什么好地方跟不好的地方？其实有其实不止 Facebook 了，就是群组里面也是会有我们的队友，就是也是会遇到很多很奇怪的、很奇葩的问题。OK， 这样讲呢？比如天窗盖不完。OK。这个我有没有遇到？然后比如
像你说我刚刚所讲的那个米的黑屏，完全不动，就这些种种的问题，其实大家都有遇到了，都会遇到，只是在我身上我就没有遇到啊，所以他出来讲是顺利的啦，好好的，乖乖的。这样你平时应该是身高样高了啊，是因为我挺怕车出问题的，因为车就像我第二个家，我什么东西基本上一天24小时，我基本上都有一个20小时都是在车上。对。对于这辆车来讲啊，这个 J-Cool J7啊，如果是说接下来有朋友还是其他人要买的话，你觉得你可以 recommend 他们些什么东西吗？对于这辆车，好的不好的都可以。如果你是讲说要买这样子来150到160千的车，加上你又要 SUV 的话，我觉得真的可以买 J7，因为就是完全符合你要的东西，它的后座也是挺大的，就是不是完全是很窄的那种。因为我记得我有观察过挺多的 SUV， 它的后座是很窄的，基本上要放一个 baby seater 就完全不用想要动了。空间大是肯定的啦。然后你讲稳定性的话，我觉得我买的是 4 Wheel，所以 4 Wheel 我觉得在 highway 跑起来的时候是真的是稳的。你刚才讲到一个点啊，幸好你没有买 HRV 的后尾真的是豪宅，它中间加上又凸。所以中间要坐人的话，那个人是会顶到头。幸好你选择了 J7，是基本上 J7是满足完我所要的东西啦。所以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 Rachel 来分享这辆车的用车体验对于接下来可能你们有兴趣想买 J7 或者是对于 J7 有兴趣想要加入他们群组的你们欢不欢迎？PM 我。可以，我会把他的电话号码放在这边啦，对但是千万不要半夜打给我就好了，不要半夜叫他起来上厕所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